后面我们还会讲到一个头痛，头痛的外感头痛，那主要是风寒、风热和风湿这3个类型。那么从我们咳嗽这个角度来说，第一个外感咳嗽，第一个风寒袭肺症。我们还是讲这么多内容，它的临床表现，那么病机治法、主方、常用药、加减，我们病机会略讲。从症状来说，主症什么呢？上次我讲过了，咳嗽这样一个病，它是一个症状病名。我们来了解它的临床表现的时候，我们要了解它的主症。实际上，这个主症是主症的特点。那么有一部分病呢，我们讲的是一个病症病名，我们有的时候就会了解它有哪些主症。从病症病名来说，它可能主症不止一个，有好几个。它那几个主症哪几个主症会连在一起，成为这个症型的主要临床表现。而在以症状或者体征命名的时候，它的主症实际上我们应该理解成主症的特点。教材上讲的比较多，咳嗽、气急声重、咽痒、卡痰、稀薄、湿白。那么从它的主症来说，从风寒症的主症特点来说，就是咳嗽、气急声重、咳痰稀薄、湿白。气急声重是风寒表症，湿白也是风寒表症，风寒偏盛的这样一个情况。那么兼有的症状呢？兼有鼻塞、流清涕、咽痒、头痛、吃醋、恶寒、发热、无汗、舌苔脉薄、舌苔薄白、脉浮或者浮紧。大家把这个记下来也可以。如果记不住，你就记住兼有风寒表症。所以主症的特点记好了：咳嗽、气急声重、咳痰稀薄、湿白，兼有风寒表症，那就是风寒咳嗽的临床表现。这样我们就容易记住了，也不要去背一个一个症状到底有哪些。那么我们说，从内科的各个疾病、各个症型来说，你大致上要了解各个症型的有哪些临床特征，或者先说有哪些主症。但是如果说讲了很多病之后，你要背真的背不下来。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用一些病机的概念来帮助记忆。兼有风寒表症，这个大家都清楚。后面类似的疾病我们还会做这样的讲话。那病机是风寒袭肺，肺气湿宣。治疗方法：疏风散寒、宣肺止咳。代表汤：三奥汤、止嗽散。三奥汤三味药：麻黄、杏仁、甘草。止嗽散用干切前指丸净成100步捏。这2个方子我们说要有所区别。三奥汤实际上是麻黄汤把桂枝去掉，麻黄、杏仁、甘草。那么它主要用在风寒痹肺的咳嗽上面，而止嗽散呢，它也是用在风寒袭肺症，但是往往风寒袭肺时间牵延的比较长一点的时候用止嗽散，它有一些润肺的药，有一点点润肺的药在里面的。那么所以这2个方子是有所不同的。我们要请大家记住一些方子，比如说像三奥汤。这个三奥汤是麻黄、杏仁、甘草3味药组成的。比如说，我们后面还会讲到一些小的方子，三子养清汤，大家都听说都学过的吧？三子养清汤是《寒食一通》里面的，有栀树子、莱菔子、白芥子组成的。比如说有一个方子叫失效散，大家清楚的是吧？失效散，蒲黄、五灵脂没学过？金鳞子散川链子、悬壶索没学过？丹参饮有没有学过？丹参饮内用罈砂。我建议大家把这些2、3味药的小方子多记记。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方剂的临床应用的问题。我觉得方剂歌多背背，然后呢，小的方剂多记记。在临床上用起来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方便，比较得心应手。方剂歌要背，我们马上就可能说，我们现在还好，一边见习一边上课，还蛮好的。那么如果说你今天要毕业实习了，毕业实习之前再把方剂歌背背。
可能大家会有机会独立看看疾病，看看中医的一些疾病，那么你就会发现这样的问题：来了一个病人，我来辨辨这个病感冒、咳嗽、胃痛还不太难；再来辨辨症看呢，可能阴虚、气虚、痰湿也不太难。那么我就确定一个治法，确定一个治法也不太难，根据他的，然后我就给他开一个方子。这个原来是用一个半夏厚朴汤，开个半夏厚朴汤。开方子了，然后半夏厚朴，记不得了，翻书。那么这个半夏厚朴汤还是一个比较小的方子啊，血府逐瘀汤来了。血府逐瘀汤，哇呀，老师怎么教的？血府逐瘀汤好像有桃仁红花吗？桃仁红花写一个，看不出来了，再翻书。然后再来一个病人，也是又是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病人，叫做五魔引子，实在记不得了，再翻书。翻了30书，病人不叫你看了，怎么这个医生基础这么差？看一个病要翻一个书，所以建议大家把方几个背。方几个背了之后，你背了方几个，大概如果有一个7、8个药，你会知道写个5、6个药，写5、6个药再去翻书，病人觉得这个基本功还可以，最起码半方子开出来了，所以可以给你方几个，可以你延缓翻抽屉、开抽屉翻书的这样一个时间。这个方几个应该因为我亲身有体会的，我最早的时候还在上学，那么去跟我们省中医院的单兆伟老师去抄方，晚上看病人，那么他在急诊室忙得要命，后来来了一个感冒的病人，说这个病人你看看，辨证蛮好的，一辨好像是风寒症，进房败都散，写了进解防风2个，不知道方子的，赶快再去翻书。所以这样的亲身经历，我觉得方几个背好之后，临床的关键最后你要开药开出来。这是需要的。那么还有一个呢，小方子记住，小的方子要好好记住。比如说来了一个病人，我们后面还讲到的哮症，这是一个寒性的哮症，寒痰伏肺这样的哮症。那么我就要给他开方子了，我辨证辨的寒痰伏肺，我就开他什么呢？第一个麻黄、杏仁、甘草，第二个这是一主要，第二个这苏子、莱菔子、白芥子。然后再开一些桔梗啊、射干啦等等，然后给老师批，老师也是中医功夫蛮好的老师，一看，你这个学生不错，辩证也蛮准确的，用药上面起手就是2张古方，赶快打一个95分给你。还有一个你在临床上这样的一些2、3味药的小方子啊，临床验证是确实行之有效的方，包括你作为主方，包括你作为加减方。都是非常有效果，而且很简洁的，所以请大家呢把这些方子也会用好。那么这是我们讲的主方的问题，是三奥汤和紫苏散这样的问题。那么我们要来讲一下它的一些常用的药物。第一个麻黄这个药我们放在我们今天讲吧，因为下一次的那个叫做哮喘啊、喘症啊。哮症啊，我们可能要做床边教学，应该放在哮症里面讲的，它是治疗哮喘的一个非常有效的药物。麻黄我们要学会使用，麻黄、大黄、什么厚朴，还有什么桑露、山苓、鹅柱这样一些药物，可以说是比较峻猛的药物。那么如果你在临床上看一些比较平稳的病，不是非常的重的病，你就2乘4君、6君，那是平铺直叙，不会有什么错，不会有什么风险的。但是如果你有的是要看一些疑难的重症，你必须要用什么呢？必须要用我们《红楼梦》里面讲到的胡太医乱用虎狼药，要会学会用峻猛的药，要会学会用虎狼之药。否则你就看不好严重的病。比如说有一些哮症、喘症，它喘得非常厉害，你离开了麻黄，你可能就治不好病。但是麻黄有很多的使用的要点，你要会用。麻黄有生麻黄、治麻黄这样的区别。生麻黄一般在疏散风寒的时候用的比较多，秘制麻黄在宣肺平喘的时候用的比较多。麻黄能够疏风散寒、解表发汗、平喘。还有什么作用？利尿，药理作用非常广泛。
但是麻黄有副作用。麻黄的主要成分是麻黄碱和伪麻黄碱，它能够舒张支气管的平滑肌，但是它对潜在的异位心律有兴奋的作用，容易引起心悸，容易激发它的异位心律，所以我们使用要注意。按照中医传统的方法来说，用什么来配伍呢？用什么来抵消它呢？用磁石，灵磁石，就是我们安神重症的磁石。那么它这个可以用30克左右，有一定的效果。但是仍然还要注意，有潜在的心律失常的病人，你要谨慎使用。那么麻黄一般用量，在我们疏散风寒的时候，我们一般用量也是用到5到6克就行了。小孩子更加要减量。那么在我们宣肺平喘用秘制麻黄的时候，可以用到10克、12克，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用到15克，但是要密切观察。麻黄通过配伍可以治疗非常多的病，比如说我们举几个例子，麻黄和桂枝配伍，那就是疏散风寒，是麻黄汤的味道；麻黄和杏仁配伍，那就是我们3奥汤的意思；麻黄和石膏配伍是什么？麻杏石甘汤，温清并用。在我们寒包火的时候，寒包热的时候，那么你就可以用麻黄跟石膏的相配伍，叫麻杏石甘汤。麻黄和白术配伍，可以治疗什么呢？风湿在表。它可以，白术是祛风湿的，风湿在表，那么这是也是比较好的方法。还有麻黄还可以跟薏仁配伍。我们知道一张麻杏石甘汤，还有一张麻杏薏甘汤，麻黄杏仁薏甘草汤，在金匮要略里面也是治风湿在表、一身劲疼痛而用的。所以麻黄通过它的配伍可以治疗很多的病。那么我们要学会使用这样的峻猛药。荆芥、杏仁、桔梗、前胡、紫鸢、橘皮、金佛草、虎耳草。金佛草跟虎耳草这2个药大家可能没学过，这是一个疏风散寒、宣肺止咳比较好的药物，它宣肺止咳化痰，又有一点温性的，这2个药可以用。那么还有一个药是桔梗，桔梗呢本来也是要放在肺痈里面要给大家讲讲的。桔梗实际上也是一个比较峻猛的药，我们在临床上也要学会使用。桔梗性温，温燥，温性还是比较强的，它能够宣肺止咳化痰，那么还有一定的升提肺气的作用，还能够排脓。所以我们说桔梗的适应症风寒表症，那么桔梗还有利咽的作用，有风寒表症，有寒痰在肺的，有咽喉不利的，那么还有什么呢？还可以治疗肺中咳吐脓血痰的。它的适应症非常多。比如说有一张方子，我们也是2个药的小方子，叫桔梗甘草汤。大家学过伤寒论了，桔梗甘草在伤寒论里面的，治疗什么病的？咽喉不利。还有呢，就是咽喉不利，原文是怎么说的？叫少阴病咽喉不利，桔梗甘草汤主治，是不是啊？可能没背。所以这2个药咽喉不利可以治疗，但是呢，它的身体作用比较明显，所以上部有火的病人，比如说这个人经常有肝火偏旺，一些头痛眩晕的，或者血压比较高的，要谨慎使用。那么桔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配伍，和止咳配伍。止咳配伍，它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一升一降。桔梗是升的，止咳是降的，调畅胸中的气机。胸中气机越次，有一些郁症啦等等气机不通畅的，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方法。桔梗我们也不主张用大量，一般用5克左右就行了。但是在某些情况之下可以用大量。什么时候用呢？在治疗肺痈的时候，咳吐腥臭浊痰，可以用桔梗。桔梗呢，
用10克，甚至用15克，甚至20克都可以用，来化痰、来排痰、排脓、祛痰，起到这样的一个治疗作用。所以这个药我们也需要使用，而且桔梗的化痰作用啊，一般的痰多的病人应该化痰作用非常非常好的。它有点类似于西医的氯化铵这样，是一种刺激性的祛痰药，效果不错的。它的主要的成分是桔梗皂苷，在发挥它的药理作用。这是我们一些药物给大家说说。那么因为这些东西呢，可能是在临床上还是有一定的实用价值的。临床的加减我们看一下教材，如果说有表证的，把麻黄去掉，加荆芥、树叶、生姜，有痰湿的，加半夏、厚朴、茯苓。在这些加减里面，我们如果有空去看一看，要看看它的意思。比如说兼痰湿、克恶痰黏、胸闷、胎腻，加半夏、厚朴，实际上有一点二醇平胃散的意思在这里面。千言咳嗽千言不宜的，加紫圆百步来温润降逆，不要过于温燥。这是紫圆百步都是一些润肺止咳的药物。表寒胃解，里有越热，热为寒恶，咳嗽声哑，气急四喘，痰粘稠，口干心烦，或有生热，加生石膏、桑皮、黄芩。这就是我们前面讲到过的寒包热症、寒热错杂这样的情况。那么可以，如果在三奥汤里面加生石膏，那就是麻杏石甘汤的意思，或者再加上桑皮、黄芩，也是温清并用。所以我们讲过了，寒包热是在什么呢？在我们的肺系疾病、咳喘哮症里面常常多见的一种类型。第二个，风热犯肺症。如果说风寒犯肺症兼于某些急性支气管炎或者感冒上感之支气管炎，那么风热犯肺症也差不多，但是呢，可能还兼于某一些肺部感染的早期，或者某一些肺炎风温的早期，可以看到风热犯肺症。风热犯肺症它的主要表现是什么呢？我们看一下教材，看一下我们的表格，叫咳嗽频聚，气出声哑，痰粘稠或者稠黄，咳吐不爽。这个也是觉得有点繁琐，记忆起来不太容易记。那么我们来看看记什么呢？实际上叫做咳嗽频聚气出，就可以了，把咳的内容差不多概括出来了。咳痰稠黄黏腻，或者咳痰黄稠。就咳嗽呢是频聚的，气是粗的，咳的痰呢是稠而黄的，这就是它的一个咳嗽的主症，咳和痰的主要的临床表现。因为它是风热犯肺，风热侵犯到肺胃，肺是宣肃。我们前面曾经跟大家讲过的，在外感咳嗽里面，它的病机的要点，那就是肺是宣肃了。在我们感冒里面是胃表不和，所以这里主要是风热犯肺，肺是宣肃，所以它咳嗽会气急声重，然后呢，痰是黄而粘稠的。兼有的症状，喉燥、咽痛、鼻流、黄涕、汗出、头痛、肢楚、生热、恶风，是苔薄白、脉浮数或者浮滑，或者说兼有风热表症就可以了。实际上是它是以咳嗽为主要表现，兼有风热表症。治疗的方法：疏风清热，肃肺化痰。我们要注意一些病机词汇和它的治法词汇的使用。一般来说，宣肺止咳，它往往是肺气不宣，偏寒的比较多一点。而用到疏肺这两个字，一般来说是讲的肺里面有热，肺是清肃，跟这个是关联在一起的。那往往是肺有热，或者是表热犯肺，或者是肺里面有郁热，才用到疏肺这两个字。代表方桑菊饮。那么桑菊饮呢，也是跟银翘散相同的，都是风热表症可以用的。但是桑菊饮这个药物呢，
就是说在止咳、清热化痰、止咳方面的效力要强于银翘散，所以在这里用桑菊饮。那么它的常用的药我们来看一下，有桑叶、菊花、连翘、薄荷，这些药我们都很熟悉。前胡、牛蒡子，牛蒡子这个药清热疏肺、清热宣肺化痰，效果不错的，还是蛮好的，我们也要会使用。杏仁有苦杏仁和甜杏仁，在这里用苦杏仁，因为苦杏仁它是清肺、润肠、化痰止咳平喘的。那么甜杏仁呢，有一些补肺润肺的作用。桔梗、枇杷叶、甘草这些药我都很熟悉。还有一个贝母，贝母我们要学会使用。贝母有大贝母，就是浙江之贝母，或者叫做象贝母，浙江象山的贝母，这是一种。那么第二个呢是川贝母，这两个药物有不同，有相同的地方，都能够清热止咳。那么不同的地方呢，川贝母是润肺止咳的，这贝母呢是清热化痰止咳，而且有解毒散结的作用。近几年来，这贝母的身价大涨。原来是川贝母很贵很贵，现在这贝母也很贵很贵。为什么呢？这贝母现在用它的清热宣肺、化痰止咳用的也蛮多的，有一些急性的肺热的病人也在用，但是它还能够解毒，还能够散结。原来有一些淋巴结发炎、淋巴结的一些病变，那么经常用到这贝母。现在在很多的恶性肿瘤里面也在用这贝母，因为我们说在恶性肿瘤它是一个什么呢？中医认为它的病机的要点是湿热瘀毒蕴积在一起，有毒血，而这贝母能够清热解毒散结，所以在这里面用的蛮多的。在我们一些肝病里面也在用，因为在肝硬化的时候它也有瘀热互结，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用它软坚散结的药，所以这个药现在涨价涨得非常非常厉害。